当你看到这期视频时，第26届 CIPS 已经在广州琶洲顺利结束了。请问广州周边的小伙伴们都去了吗？说句心里话，如此盛大的展会，我也是第一次去参加。同时，这次我的身份有点特殊，没能和大家一样到处拍、到处逛。展会期间还要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。也许听起来非常辛苦，实际上这是我这几年过得最充实的几天。接下来就带大家回顾一下流水账。5月底的广州气温那叫一个地道，室外温度平均都在35度以上。从其他省份飞来的朋友，应该落地就能体会到这份大礼。25号一早起来就开始抽水、捞鱼、打包。现在是早上8点半，开始打包这些物料，是昨晚打包好了，然后这里面是放了一些苔藓瓶。现在把这个灯给打开，我给它上个背景板，给它拍一张最后的照片。最后一个缸放水，最后一个缸放水，剩下的这些小缸抽水就可以上车了。清香的味道，清香的味道啊！这水草清香。嘿，鱼全都在这里了，哇靠，密密麻麻几十条，不知道存多少。约了半卦，中午进入小区。因为住的是1楼，我和董事长2人不到半个小时就把所有的缸及设备抬上了车，并随行前往展厅。在12点50分左右顺利到达目的地。管交会闭馆10点3，来不及吃午饭，占领水源成为了首要任务。看到同儿们自带的水管插满卫生间仅有的几个龙头，董事长连忙见状，占领女卫生间这一块最后的禁地，用周转箱一趟又一趟的拉来水源，一直忙活到下午临近5点，才把设备运行起来。隔日一早刚到展会，络绎不绝的人把雷士达展厅围得水泄不通。10点刚过，听闻中景会特邀了几位造景大师在西北角莅临现场开缸造景，我赶忙前去观摩。由于当时手上仅有的移动终端被董事长夺去直播，恰巧相机也没带上，所以没能拍到当时的现场画面。现在看到的是28号进行拍摄的。此时水已清澈透亮，达到观赏最佳的效果。作品都是使用1504040的鱼缸，第一支造景是出自于张建峰老师，造景素材是磨金石，当时在现场也有摸上几块，整体有点像熔岩石，但表面布满细小的晶体，容易掉落。而关立伟和周卫星2位老师都是使用青龙石。2个作品我认为都体现了各自的风格，看得出关老师在素材的纹路走势把控是十分到位。跟大家透露一点，其实主石是拼接的。还有我发现老师们开缸就能把水草种植到一个接近成景的状态，当然无限制的去使用水草是一码事，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老师们工作时认真态度带来的。最后一支就是松田崇敬老师的作品，使用的素材是黑云石。看我频道的老观众应该都能认出来，相比于关老师的经典构图，2只眼组造景因摆放不同，呈现的美感也不同。一种是素材纹路多层次，利用高超的造景技术带来精致细腻的美，而另一种是粗犷构图，引导观看者侧重画面的明暗对比，岩石与水草形态、色彩间的关系，表现一种更加和谐的美。我认为还能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作品会越来越自然。大家对几个作品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弹幕聊一下。接着我又分别逛了几个有草缸的展厅，卡伊的牛毛草园状态不错，老板说才开缸2个月。这只是梁静老师现场的作品，虽然看到第2天水有些发黄，但是已经接近清澈，下次开缸得安排一下卡伊的泥。这个头槽小缸也很有生气，剪刀我带来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偷偷薅上几根。摩点展厅20公分的趴地跟挖耳，别人有2把刷子，估计他有3把。逛着逛着就逛回了隔壁原生展厅，谢天谢地让我看到了真正的原生地造景，赶紧来感受一下自然熏陶。
28号上午人流已经比前2天少了很多，还有不少都是过来捡漏的，因为今天下午就开始撤展了，很多商家的展品是不打算拿回去，理论上都会打骨折，方便处理掉。但是当有人问我的缸100出不出，我便以他不是学生的理由微笑拒绝了。在闲逛找纸皮打包的过程中，我也忍不住加入到捡漏大队，重金拿下1块大橙木。这回素材有了，我的几口展示章已经被订走了2台，顿时感觉人生美满。再回头，垃圾堆里的纸箱已经被阿姨占领，并告知一个需要2块。午饭吃完就开始放水捞鱼。这里感谢大康和他的兄弟从哈尔滨千里迢迢飞过来帮我抽水打包，都抽到剩2公分后抹上保鲜膜，等待3点钟货车放行。按计划先到家里把部分鱼缸卸下，然后前往客户家中安装收尾款。到这里，展会期间的流水账差不多就这样了。接着还要连补6天的班，花时间把家里的位置整理好，开新缸排上日程，但可能要往后推点。本次内容就到这里，最后感谢到场及云到场观众们的支持，以及雷斯达照明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。展会的圆满结束离不开大家的宣传和付出。我是大鸡，那我们下期视频见，88。